好，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 AI 工具包这个资讯栏里面有关于声音复制这个 AI 的使用方式。好，那首先我们就点开这个 AI 工具包里面这一个执行档。好，点开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个不同的里面有不同的 AI 的部分的功能的选项。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有关于复制声音这个 AI 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就点开它。点开进去之后呢，如果是大家是第一次使用复制声音这个 AI， 不了解怎么使用它的话，基本上这里有一个教学影片，大家可以点开它去看这教学影片，去了解怎么去使用这一个声音复制 AI。那我们点开这个教学影片，那点开之后呢，这里就会等一下先来看一下关闭。那我们就正式去点开这一个执行声音复制这一个 AI 的功能的一个按钮。好，那我们点开它。那基本上呢，这一个AI 工具包呢，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呢，会做一些参数化的设定，所以呢，这里会有一些参数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好。那这里我们这里看跳出一个这个视窗，就表示说，我们现在已经初始化设定之后，那要正式使用这一个复制声音 AI。那这里他会问你说，你要不要使用你的麦克风，透过麦克风做直接的声音输入？好，那我们先假设是先不用。好，那再来我们介绍怎么去使用这个 AI。那这个 AI 呢？基本上呢，就是根据你先上传一组那个声音档的部分，那上传之后呢，那有这个声音档之后呢，它就可以根据这个声音档，那之后你看需要它输入念出怎样的文字的部分呢，那它就会根据这个声音档念出相关的文字。好，那所以第一步呢，我们先上传你自己所录制的一个声音档的部分，或是说你希望使用哪一个声音档。好，那假设我们这里有选项，我们去选一个之前已经录制好的声音档的内容。好，那假设呢，我们有录制一段声音。好，那假设我们点开它。好，这样我们先稍微播放一下。台中某国小今年3年发生师生冲突，一名就读小学6年级的学童拿乐棒球将老师打致受伤，后续老师报警处理，员警直接将学生带回派出所做。声音 OK 之后呢，那再来我们就可以输入一段文字，随便找一篇新闻的内容。那我们假设我们把这个文字扣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贴上去。好，那之后呢，我们这里有一个新式骰子这一个所谓的声音合成的选项，我们就把它按下去。好，它就开始做根据刚才你所输入的声音呢，去念出刚才所产生这些文字的内容。好，等它一下，再做一个合成。好，那如果合成完之后，大家就会看到这一个有一个类似一个绿色的频谱的一个内容。好，那这里我们有一个播放的部分。好，可以看到，好，这里有一个合成的，就是说 synthesize audio， 就是合成的声音的部分，就表示已经合成成功。那我们呢就可以播放来听看看它的一个合成的效果。那中央设计者料与杨首尔8日专电韩国检方因英籍戒严事件组成的特别搜查本部本部长朴世贤英译，今天证实，后续老师可以收到多件举报尹锡悦涉及内乱相关案件，正依程序进行调查。受伤后续老师说，明若被举报或提告，依程序上，就算以嫌疑人身份被立案。受伤后续老师朴世贤今天在记者会上回答媒体询问检方是否以内乱罪将尹锡悦立案调查。受伤后续老师
那这个是大概的一个合成的结果。听到的内容嘞，大家有发觉嘞，它还是有少部分的内容嘞会有点错误。那没关系，大家在事后嘞去做一个修正的一个删减。好，如果大家觉得 OK 之后嘞，这里有一个download 的一个选项的部分嘞，大家就在按下去，再把这个合成的结果嘞的声音的结果嘞，再把它复制下来。好，以上就有关于复制声音 AI 的一个说明。